反手发小球的技术要领到底是什么？如何才能掌握往前推扑球这项双打中的关键技术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肖杰教练手到病除。好，停一下啊！刚才我看一下啊，你们刚刚打的时候就都很短，就是不能够持续，好像就前3拍发球或者接发球就被对方给压住了。发球的环节、接发球的环节，这2个环节也恰巧是双打当中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双打很快？2个人场地相对的变小了，那么短兵相接，那么你要是这2个环节处理不好的话，从开始就被动。根本就过不了几拍。那么下面呢，我分别呢跟你们就这2个问题啊，深入的讲一下。首先呢，那个发球，双打一般习惯于用反手发球，咱们的握拍要上一点。通常情况下是握在几乎就是拍柄跟拍杆的结合部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单打的接发球的距离短，他人比较靠前，对你发球的质量要求特别高。像你刚刚说的，怎么发怎么被打死，就是因为发球太高，过网太高，对方就给你扑下来。那么因此呢，你从那个握拍的开始，我们发球就把它往上握一点，拍子的距离短了，是不是摆动起来就稳定性更强了？并且呢，这个手心全部空出来，很放松的，右脚在前。重心在右脚上，后脚就自然的点地站稳，然后持拍手很自然的放在体前，微微的拍子往后拉，然后这边一放球的同时，这样一个动作，收手腕，手指控制住这个拍柄啊，它是不动的，球就很稳定的就送出去了，很轻松。往前挥动发力的这个动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，就像你在生活当中，你画着一根火柴，你要把它这个火柴把它甩灭了，就是甩火柴，把它甩火柴这个甩灭，或者是甩手，你的手沾满了水，你经常要甩一下，把它甩干了，就是这个动作。那么击球的时候啊，这个拍面，击球的哪里呢？你要斜拍面切击球，这样子推送比较稳定。手指固定在这，一甩，一个制动动作，球发出去，比较斜的一点，一致的方向，这样是最稳定的，很轻松的就过去了。来试一下，要放松啊，往下一甩，这个角度不好，要跟拍面一顺的角度。你们俩都是一个问题，就是角度不好。等会儿，你把这个拍子再顺过来一点。我刚刚说了，握在这个拇指底在这个斜拍宽的地方，放松，角度，放不是拍的角度，放球的角度，这个角度，试一试，感觉到了吗？对，丝的摩擦，要的就是这样。你听声音都不一样，有一个摩擦的一个声音。好。哎，好一点。刚才我这样一拉拍，一收手腕，不就是小球吗？那么当你要发后场球的时候，同样的动作往后一拉，你注意啊，这个手一抠，我的大拇指往前一抵，你看那个球就到后场去了。整个一个动作，我发球之前全是一样的。你看，小球出小球。在同样的动作啊，你看不是这样出小球，你看我一抖手腕，你不好判断吧？你的对手就不知道你很隐蔽，他这个一翘，像一个杠杆翘东西一样的，手一抖，这个大拇指往上一顶，这个球就过去了。
么我们发球呢解决的第一拍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接发球你怎么样去接这个发球？我刚才提到就是说羽毛球队发球啊有一个规定，你就必须是从球碗的下面把球往上发出去。那么接发球反过来最好的就是你要从上争取把球往下打。你知道了这样意识，你抢上去了，怎么样去打这个球呢？接这个球呢？准备姿势跟单打的有一点不一样，单打的时候就很自然的，我的手就抬在这就行了。双打的接发球呢，因为它球很快，那么你的手一定要抬高，高一点，身体重心呢在左脚上，然后左手自然的平举，保持身体的平衡。这样一种姿势，你看放松握拍，拍子的稍微往上握一点。双打握拍都要比单打的要稍稍靠上一点，这样的姿势，眼睛盯住对方发球的拍面，然后你就等他判断。如果你判断球来的是小球，你怎么办呢？我先从脚下告诉你，你这一个第一步的那个蹬步，你要抢高点，你怎么样去抢？右脚很重要，你要往前蹬了以后，有一个往前一个跳跨步，蹬上来，你看去争取这个高点。蹬上去的同时，手直接就蹬下来球的方向。今天呢，我跟你们先讲一种就是上去以后的推扑球。什么叫推扑球呢？就是说从高于球碗或者是跟球碗齐平的击球点打点，你把那个球一种很硬的、速度很快很强，照着对方的后场的两脚。或者是双打他那个发球同伴背后的那位选手，往他身上这样把球推扑过去，短距离的爆发使那个球噌的一下子到后场，这个是一个进攻性的一种接发球。手腕稍稍的往后一伸，往前迅速的一拍，拍的时候啊，拍面的变化有两种。你看我从这个角度，我如果要打它的直线的话，我的拍面往这拍，同时一个方向往前打。如果是我要转在那个角度上拍的同时，你看我的手引拍完以后往这边一变一转，那么它就到斜线去了。连推带扑有个往前送的一个动作。有一个需要说明的一点，你拍完以后，你不能太大力，手往下拉，球就下完了。你看我打完球，手是一个制动的，控制在这，它就比较稳定。你看，球就过去。你看我一换拍面，斜线球，直线球，看见吗？哎，不同了吧？但是你这个站位，如果王坤给你这一边，你就照顾不到了。照顾不到，应该在中场这个位置站着，手抬高，好。但是你这个动作还可以再小一点，啪，然后就控制住，好。好，停。是不是不太一样了？你看你这个球过去就带有攻击性了，虽然还不是最快，但是不要紧。你今天你了解了，你加强练习，将来你会打得能够速度很快。那个站位是一定要很靠这个线这个地方吗？不是，它要分左场右场。现在我们是在左场区，你要选择这个中场，就是这半场发球线的中间，因为这个位置你能照顾的比较全。最侧中的一个位置，那么在右发球区呢，你就要偏靠在中线这个位置，它是有讲究的。按理说，我应该选在右场区这边，我应该选中线，跟那边一样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一边有一个特点，为什么？如果我站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你们打球的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体会，这个角度你会很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对方给你一个很平的平射球。到你这个位置来，你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空档，你来不及去打这个球，
专业的选手，这边也是一个薄弱的环节。因此呢，在右铲区接球的时候啊，你的站位置要靠左，再偏个半步，站在这个位置，那么你能照顾到这一点。那你接下来你有个问题，你肯定要问我，那不就太远了，又空了？不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一定是从斜对角的那个铲区发球。那么你顺着我的视线看一下，他从那儿发出来的球，如果我站在这，最远的那个距离是很远，可是他的球一定要经过我的身体，他去那你有时间，因为他距离长，要从你的身体的上空上翻走，你有时间退过来打这一点。好一点，对，好，手下来了，打完以后不是要控制在那，有个制重，好，这边你刚刚采用的一个滑的，这个难度有点大，还有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办法，我们采用反手，反拍面。对，我们平时也是用的比较多，就是用反法，因为基本上因为这个点上很对，难，要不然你就除非这样拿。可是很好的一个点。对，你需要你的握拍很灵活，手指很松很活，你才能做出这个动作来。那么下面呢，我跟你讲一下，就是如果是反拍面，用大拇指、用拇指一捻拍子，一收腕，一收手腕，球就下去了。哎，这个动作对了，但是呢，手花的角度太过于大了，出界了。好，哎，基本上出手，角度有没有一定的体会了？这个就是从左铲区这边的，就叫双打的它的接发推扑球。那么在你以后运用这项技术当中，你看我刚刚说了，你可以打3种线路，一个是直线，一个是斜线，再一个呢，中间最好的、最保险的一个地方，我告诉你，照着中线。中线他的后面那名选手，他不是站好中线，你冲他身上推扑过去，最保险，不会出界。你打得再重，越重越好。还有一种就是接球方式，我没看见你们用，那种叫什么球呢？叫做接发球，叫拨半铲球。意思就是从这个位置，你把这个球啊拨半铲球，拨在他们俩前后队员的中场。就是使这个球过了前面这个队员的封锁，又使后面那名选手必须要从底下把球打上来。这个位置是他们俩的一个比较难受的位置。在双打当中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发球跟接发球，谁都要抢前几拍。如果你把这个环节能够处理得好的话，对你的后几拍你会赢得很多的机会，会很主动。好，谢谢老师。